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我干这行10几年了，见过的奇葩事儿多了去了。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故事，哎呦喂，真是让我这个老红娘都忍不住想拍桌子骂人。主角是个在深圳混了38年的单身女医生，叫小芳，长得那叫一个水灵，年轻时还是班花级别的人物，结果呢，如今愣是成了无人问津的大龄剩女。这事儿吧，说起来真是让人唏嘘。偏偏她最近一次相亲还被一个二婚男给嫌弃了，嫌弃就嫌弃吧。重点是这男的还直接开队，对得小芳哑口无言。先说说小芳这个人吧，她今年38岁，在深圳一家3甲医院当医生，收入嘛，年薪几十万是稳稳的。长相呢，虽然比不上20岁那会儿的青春无敌，但保养得当，五官端正，身材也没走样，穿上白大褂往那儿一站，妥妥的女神范儿。小芳年轻时可是学校里追她的人排到校门口的存在，可惜啊，她眼光高，心气儿也高，总觉得男人得配得上自己才行。结果呢，挑着挑着，岁月不饶人，班花的光环渐渐褪去，变成了如今的圣斗士。她家里催得急，她自己也慌了，这才找到我说，丽姐啊，我不想再拖了，给我找个靠谱的吧。我一听这话，心里就有了数。像小芳这种条件，找个对象应该不难吧？毕竟她有房有车，工作体面，性格也不错，虽然有点挑剔，但总不至于没人要。于是我给她安排了一场相亲，对方是个41岁的二婚男，叫阿伟，在深圳开了个小公司，离过1次婚，有个10岁的儿子归前妻养。阿伟呢，长得还算周正，收入跟小芳差不多。我想着这俩人条件匹配，聊聊应该能成。谁知道这场相亲直接让我见识了什么叫火星撞地球。相亲那天，地点定在深圳福田一家高档咖啡厅，环境雅致，气氛正好。我特意叮嘱小芳，妹子啊，第一次见面别太挑剔，聊得开心最重要。她点点头，穿了件白色连衣裙，化了个淡妆，气质拿捏得死死的。阿伟也是一身正装，拎了个公文包，看起来挺有诚意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想这开局不错啊，接下来应该能聊出点火花吧。结果呢，呵呵，火花没见着，倒是一场大战拉开了帷幕。聊了没几句，小芳就开启了她的高要求模式。她先是问阿伟，你公司一年赚多少啊？有没有超过500万？阿伟愣了一下，笑着说，没那么夸张啊，年收入200万左右吧。养家糊口够用了。小芳一听，眉头就皱起来了，接着又问，那你名下有几套房啊？深圳的房价这么高，没个3套傍身，压力很大的也。阿伟有点尴尬，回说，我有2套，一套自己住，一套出租，够用就好了。小芳还不罢休，继续追问，那你平时开什么车啊？我看不上太普通的车，至少得是 BBA 这种档次吧。阿伟这时候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了，但他还是耐着性子说，我开的是奥迪 A6， 算不上豪车，但实用就好。小芳听完撇撇嘴，语气里带着点不屑，哦，才 A6 啊，我还以为至少得是 Q7 这种级别的，你这种条件感觉跟我预期有点差距耶。我坐在旁边听着，差点没把咖啡喷出来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小芳啊小芳，你这是相亲还是面试 CEO 啊？要求这么高，难怪38岁还单着。阿伟明显被这话惹毛了，他放下咖啡杯，语气硬了起来，小芳小姐，我条件是不算顶尖，但好歹也算过得去吧。你呢，38岁还没嫁出去，要求这么高，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啊？小芳一听这话，脸都绿了，反击说，我要求高怎么了？我有房有车有事业，凭什么不能找个更好的？阿伟冷笑一声，那你找得到吗？38岁还在这儿挑3拣4，难怪没人要啦。这话一出，场面彻底炸了。小芳气得拍桌子站起来，你一个二婚男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就算单身，也比你这种离过婚的强。阿伟也不甘示弱，离过婚怎么了？我好歹结过婚生过娃，你连个男人都没搞定过，还在这儿拽什么拽？眼看着俩人越吵越凶，我赶紧跳出来打圆场。哎，大家冷静一点，相亲是找对象，不是来吵架的啦。可这时候我心里已经火冒三丈了，这俩人一个比一个能做，我这个红娘真是要被气疯了。这场相亲还没结束，火药味就已经浓得呛人了。
小芳和阿伟你一言我一语，吵得咖啡厅的服务员都频频往这边看，我这个红娘夹在中间，简直是左右为难。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戏码，且听我慢慢道来。小芳被阿伟那句没人要刺激的不行，她猛地坐下来，瞪着阿伟说：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一个二婚男还敢在我面前嚣张？我告诉你，我就算单身一辈子，也不至于看上你这种货色。”阿伟一听，火气也上来了，拍着桌子反击：“货色！我好歹是个男人，有过家庭，你呢？38岁了，连个对象都没谈过，还在这儿挑剔，笑死人了！”我一看这架势，哎呦喂，这哪是相亲啊，简直是战场嘛！我赶紧伸手拦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俩都消停一下，吵下去也没意思啦。可这俩人根本停不下来。小芳冷哼一声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语气酸溜溜地说：“我条件这么好，要求高一点有什么问题？我要找的男人至少得有1000万资产，不然怎么配得上我？”阿伟听完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1000万资产，你当自己是天仙下凡啊？38岁的大龄剩女还想要1000万富翁，你咋不上天呢？小芳被这话对得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气得直接开喷：“你这种男人就是嫉妒我，我有学历有收入，你呢？离过婚还带个拖油瓶，谁敢要你啊？”听到拖油瓶3个字，阿伟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他盯着小芳，声音低得吓人：“你再说一遍，我儿子是我的心头肉，你敢瞧不起他？”小芳丝毫不怂，翻了个白眼：“我就说了，怎么样？我最讨厌跟有孩子的男人扯上关系，太麻烦了。”这下可好，阿伟彻底炸了，他站起来，指着小芳的鼻子骂：“你这种女人，活该单身，心眼这么小，谁受得了你啊？”我坐在旁边，头都大了。这俩人一个比一个会对，一个比一个嘴硬，眼看着就要从口水战升级成全武行了。我赶紧拉住阿伟：“大哥，冷静一点，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”然后又转头劝小芳：“小芳啊，你也少说两句，相亲是找对象的，不是来结仇的耶。”可这俩人谁都不听我的，一个瞪着眼睛，一个撇着嘴，气氛僵得跟冰块似的。就在这时候，小芳突然甩出一句让我都想吐血的话，她双手抱胸，斜眼看着阿伟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的要求还不止这些呢。我未来的老公最好是没结过婚，身高180以上，长得帅，家里有背景，最重要的是对我百依百顺，不然我宁可单着。”阿伟听完愣了2秒，然后爆发出一阵狂笑：“哈哈，丽姐，你听听他在说什么？他这是要找男人还是要找神仙啊？深圳这种地方，符合他条件的早就被抢光了。”我心里也是一阵无语，忍不住想吼：“小芳啊，小芳，你这要求，别说深圳了，放眼全中国都找不出几个来吧。”阿伟笑够了，干脆也不客气了，直接开怼：“你这种女人啊，就是典型的眼高手低，年轻时挑3拣4，现在年纪大了还端着架子，难怪38岁还嫁不出去。我告诉你，像我这样的二婚男看不上你，是你的福气，不然跟你这种公主病过日子，早就被气死了。”小芳一听这话，气得嘴唇都在抖，反击说：“公主病，我这是有原则，你这种男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高质量生活。”我听着这俩人的对话，真是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。小芳的要求高得离谱，阿伟的嘴巴毒得要命。这场相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翻车，可偏偏小芳还不肯罢休。她转头看向我，语气里满是委屈：“丽姐，你评评理，他一个二婚男，凭什么说我条件这么好，找不到合适的，难道是我的错吗？”我一听这话，差点没忍住翻白眼，心想：妹子啊，你的条件是不错，可你这要求，哪个男人敢接招啊？阿伟见小芳拉我下水，也不干了，指着我说：“丽姐，你别被他骗了，她这种女人就是来相亲市场捣乱的，根本没诚意。”我一听这话，头皮都发麻了，赶紧摆手：“你们俩别拉我垫背了，我就是个红娘，又不是裁判。”可心里呢，我已经气得想发飙了。这俩人一个比一个能做，我这个红娘当的真是心累到爆棚。眼看着时间过去半小时，咖啡厅的氛围从优雅变成了战场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站起来说：“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们俩都冷静一下。”小芳和阿伟互相瞪了一眼，各自收拾东西准备走人。可这事儿还没完，小芳临走前甩下一句让我瞠目结舌的话：“丽姐，
下次给我找个更好的。这种二婚男我真的看不上。阿伟一听，转身就对，你等着吧，丽姐找遍深圳也救不了你。这俩人走了之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咖啡厅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小芳的高要求和阿伟的毒舌，真是让我这个红娘开了眼界。可这故事还没完，后来还有更离谱的发展，且听我接着讲。我收拾好心情回到办公室，脑子里还在回放刚刚那场相亲大战。说实话，我干红娘这么多年，像小芳这么挑剔的还真没见过几个。她条件是不错，可这要求高的跟天上的星星似的，哪个男人敢伸手去摘啊？阿伟呢，虽然嘴巴毒了点，但人家好歹是个实在人，离过婚又怎么样？至少人家有担当，不像小芳，整天活在自己的幻想里。我越想越气，忍不住嘀咕，这妹子要是再不改改脾气，真要担到天荒地老了。没过2天，小芳居然又给我打电话来了，她语气里还带着点不服气。丽姐，上次那个男的太差劲了，害我心情超烂，你得给我重新安排一个，这次我要求可不能降低哦。我一听这话，差点没把手机摔了。哎呦我的天，这妹子是铁了心要找个完美男神啊！我压着火气跟她说，小芳啊，不是我说你这要求真的太高了。深圳这种地方，男人多是多，但你想要的那种又有钱又帅还没结过婚的，早就被抢光了耶。可小芳不听劝，硬是回我，丽姐，我相信你有本事，拜托你再帮我找找吗？我被她缠得没办法，只好答应下来，心想，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执着，我就再试试看。于是我翻遍了客户名单，挑了个条件还算不错的男人，叫小杰，35岁，未婚，在深圳做 IT， 年收入300万左右，身高178，长得也算清秀，家里有2套房。我一看这条件，觉得总算能稍微满足小芳的要求了吧。结果呢，安排好相亲那天，我陪着小芳去见面，心里却隐隐觉得不安，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相亲地点还是在福田，这次换了家西餐厅，环境更高级，我想着小芳应该会满意。见面那天，小杰穿得挺体面，西装笔挺，笑容也和气。小芳呢，一身职业装，气场全开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想这回总该有点戏吧。结果呢，才聊了10分钟，小芳又开始她的高要求表演了。她先是问小杰，你年收入300万啊，那有没有计划5年内赚到1000万啊？小杰愣了一下，笑着说，1000万是有点难了，我现在主要是求稳，不太想冒太大风险。小芳一听，眉头又皱起来了。哦，那你事业心不够强烈，我喜欢有野心的男人。我坐在旁边，头皮都发麻了。这妹子是没完了是吧？人家300万收入已经算不错了，她还嫌不够。小杰倒没生气，继续耐着性子跟他聊。可小芳得寸进尺，又问，那你身高178啊，有没有想过找个增高鞋垫撑到180？我觉得男人不到180看起来不够气派耶。小杰听完，脸上的笑容明显僵住了，但他还是客气地说，我觉得身高不是重点啦，内在比较重要。小芳撇撇嘴，内在当然重要，但外在也不能太差吧。我听着这话，真是想一头撞墙。小芳啊小芳，你这是相亲还是挑模特啊？这还不算完，他接着又问，你家里有2套房，那有没有考虑再买1套投资啊？我觉得男人没点资产积累，很难给我安全感耶。小杰这时候终于有点绷不住了，语气硬了起来，小芳小姐，我条件不算差吧？你要求这么高，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小芳一听这话，立马反击，过分？我这是对自己负责，我条件这么好，凭什么不能找个更好的？小杰被他这话气笑了，干脆也不客气了，你条件好，38岁还没嫁出去，还在这挑3拣4，我看你是想太多了吧？小芳一听，脸都涨红了，拍桌子站起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单身怎么了？我单身是因为我眼光高，不像你们男人，随便找个女人就凑合。小杰冷笑一声，眼光高？你这是眼瞎吧？像我这样的你都看不上，那你去找你的千万富翁啊，看谁敢要你。这俩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场面又失控了。我赶紧跳出来劝，你们俩别吵了，相亲是谈感情，不是比谁嘴硬啦。可心里呢，我已经气得想发飙了。小芳这要求真是没边没际，
小杰好歹是个优质男，他还挑的跟什么似的，真当自己是仙女下凡啊！小杰被气得够呛，临走前丢下一句：丽姐，这种女人你以后别介绍给我了，我怕折寿。小芳也不甘示弱，回怼：你这种男人我还看不上呢，下次给我找个更好的。相亲结束，我一个人坐在西餐厅，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。小芳这妹子到底是自信还是自恋啊？她的要求高得离谱，每次相亲都搞得鸡飞狗跳，我这个红娘真是要被她整疯了。可这事儿还没完，后来她又整出更夸张的幺蛾子，我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了。这次相亲翻车之后，我本来想劝小芳收敛一点，可她压根儿不听我的，还一个劲儿催我再安排下一次。接下来的发展真是让我这个老红娘都怀疑人生了，且听我慢慢讲给你听。小芳挂了电话没2天，又跑来我办公室，一进门就嚷嚷：丽姐，上次那个小杰太没礼貌了，害我心情超差，你这次一定要给我找个靠谱的，我要求可不能再降低哦。我一听这话，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。哎呦我的天，这妹子是铁了心要找个人间极品啊！我忍着气跟她说：小芳啊，你这要求真的太高了，深圳好男人不少，但你想要的那种又帅又有钱又没结过婚，还得对你百依百顺的，真的不好找耶。可小芳不依不饶，硬是回我：丽姐，我相信你有本事，我条件这么好，总不能随便将就吧。我被她缠得没办法，心想好吧，你既然这么执着，我就再拼一把。于是我又翻遍了客户资料，挑了个条件顶尖的男人，叫阿豪，36岁，未婚，在深圳做房地产，年收入800万，身高182，长得帅得像偶像剧男主，家里背景也不错，名下有4套房。我一看这条件，简直是天选之子啊！心想这回小芳总该满意了吧？结果呢，安排好相亲那天，我陪着小芳去见面，心里却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总觉得这事儿不会那么顺利。相亲地点定在南山一家米其林餐厅，档次高得不得了。我想着小芳应该挑不出毛病。见面那天，阿豪穿了件定制西装，气场满满。小芳呢，一身高定礼服，妆容精致，俩人往那儿一站，活像偶像剧主角。我在旁边看着，心想这回总该有点戏了吧？结果呢，才聊了15分钟，小芳又开始她的高要求模式了。她先是问阿豪：你年收入800万啊？那有没有计划3年内破亿啊？我觉得男人没点大格局，很难让我有安全感耶。阿豪愣了一下，笑着说：破亿是有点夸张了，我现在主要是稳中求进。小芳一听，眉头皱起来了。哦，那你野心不够大耶，我喜欢更有冲劲的男人。我坐在旁边，头都大了，这妹子是没完了是吧？人家800万收入已经秒杀99%的男人了，她还嫌不够。阿豪倒没生气，继续跟他聊。可小芳得寸进尺，又问：你身高182啊？那有没有健身习惯啊？我喜欢肌肉男，最好是8块腹肌那种。阿豪笑着回：我平时有跑步，腹肌有4块，8块就太夸张了。小芳撇撇嘴：4块啊，有点普通也。我觉得男人没点肌肉线条，看起来不够 man。我听着这话，真是想当场晕倒。小芳啊小芳，你这是相亲还是选健身教练啊？这还不算完，他接着又问：你家里有4套房，那有没有海外资产啊？我觉得男人没点国际化视野，格局太小了耶。阿豪这时候终于有点绷不住了，语气硬了起来：小芳小姐，我条件不算差吧？你要求这么高，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啦？小芳一听，立马反击：不切实际？我这是对自己负责，我条件这么好，凭什么不能找个顶尖的？阿豪被他这话气笑了，干脆也不客气了：你条件好，38岁还没嫁出去，还在这儿挑3拣4，我看你是活在梦里吧？小芳一听，脸都绿了，拍桌子站起来：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单身是因为我眼光高，不像你们男人随便找个女人就凑合。阿豪冷笑一声：眼光高？你这是眼瞎吧？像我这样的你都看不上，那你去找你的亿万富翁啊，看谁敢要你。这俩人你来我往，场面又炸了。我赶紧跳出来劝：哎，你们俩别吵了，相亲是谈感情，不是来斗嘴的啦。可心里呢，我已经气得想掀桌子了。小芳这要求真是没天理了。阿豪这样的极品男，他还挑得跟什么似的，真当自己是天皇老子啊？
阿豪被气得够呛，临走前丢下一句：丽姐，这种女人我服了，你以后别介绍给我了，我怕心脏受不了。小芳也不甘示弱，回怼：你这种男人我还看不上呢，下次给我找个更顶尖的。相亲结束，我一个人坐在餐厅，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。小芳这妹子到底是自信过头，还是脑子进水啊？她的要求一次比一次离谱，每次相亲都搞得天翻地覆，我这个红娘真是要被她逼疯了。可这事儿还没完，后来她又整出更夸张的花样，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故意来砸我招牌的。几天后，小芳又给我打电话，语气里满是抱怨：丽姐，阿豪那男的也不行，太没格局了，你再给我找个更好的，我要那种身家过亿的。我一听这话，差点没昏过去。身家过亿，他当自己是啥啊？顶级名媛吗？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冲他吼：小芳啊，你醒醒吧，你38岁了，还在这儿做白日梦，深圳有几个身家过亿的单身男啊？你再挑下去，真要单到80岁了。可小芳不听劝，还跟我犟：丽姐，我就不信找不到，我条件这么好，总有男人配得上我。我挂了电话，坐在那儿发呆，心想这妹子是没救了。我干红娘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这么执迷不悟的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小芳这回彻底惹毛我了，可她还不死心，非要我继续给她找亿万富翁。我被小芳缠得没办法，只好敷衍她：好啦好啦，我再帮你找找看。心里却已经打定主意，这妹子我是不想再管了，太能做了。没几天，她居然自己跑来我办公室，手里拿着一张清单，上面写满了她对男人的要求：身家过亿，身高185以上，长相帅到不行，没结过婚，对她百依百顺。我一看这清单，差点没笑出声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找老公，是在找神话人物吧？我忍不住问她：小芳啊，你这要求深圳找得到吗？她一脸认真的回：丽姐，我相信总有这种男人存在，我不能将就啊。我听完这话，彻底无语了，心想：妹子啊，你这不是自信，是自恋到没边了。我懒得跟她争，直接说：那你自己去找吧，我这庙小，装不下你这尊大佛。小芳一听这话，气得甩门就走，临走前还撂下一句：丽姐，你等着瞧，我一定能找到。我看着她的背影，摇摇头，心想：行吧，你去找你的亿万富翁，我看你能折腾到啥时候。后来听说小芳真跑去参加什么高端相亲会，结果呢，人家一看她38岁，又听她爆出那堆要求，直接没人搭理她。她回来后还跟我抱怨，现在的男人怎么都这么没眼光啊。我听完彻底服了，这妹子真是活该单身，38年的班花，如今成了无人问津的剩女，全是她自己做出来的。好了，这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小芳这事儿给我这老红娘上了生动一课，条件再好，眼光太高，心态太做，也是白搭。大家听完这故事有啥感想啊？欢迎留言跟我聊聊哦。